大家好，今天是10月26号，狗狗币昨天是又大涨了10%，原因无非就是市场的一篇报道，威神跟马斯克下一步有可能会合作，对这个狗狗币进行升级。我们等下来讲啊，包括前面的举行低点，你有听我的建议，敢大胆的在这个位置买入的朋友，我相信到今天应该也有20%的利润。虽然昨天跟前天是在担心这个举行的一半会不会是一个压力，你如果短线担心的朋友，你可以卖掉一半的短线仓位。那现在行情上来的话，还有一半短线的仓位，包括长线的仓位。我的观点是，不然你给我选择报啊！今天再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举行上沿的压力会不会是一个压力区？如果是过的情况下，下一个压力在哪个位置？包括它4个小时目前的技术指标的形态，有哪一些技术知识点值得我们去分解的？包括它的周线以及比特币的日线，现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交叉。前2天跟大家讲，再去观察有没有压回16300的买点，昨天是压回的，那现在是价格又回到16500，包括比特币4个小时的背离是不是修正到位，要开始进行一个进攻？因为最近是看到很多好的消息，比如说币安跟 OK 它的一个储备证明也已经上线了，所以市场感觉已经是慢慢的在回暖，不要以空方的心态去对待这个市场啊。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币安 OK 返佣20%，或者虚拟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它这个举行都已经挑战了。我的观点是，还有一半短线的仓位，以及更早之前或者是前面在低档有听我的建议，就这一个位置有买的长线的仓位，你尽量给我报长一点啊。包括之前的这个举行，它为什么破不下去？就是因为去年的3月份，这边也是有一个举行啊，你拉一条直线过去，它这个前面的整个半年的整理区间，就是在踩这个区间，虽然是跌了近1年多，但是来到这个位置，现在是昨天的视频也是跟大家讲了，狗狗币已经是有出牛的感觉。那现在一则消息，它马上就又喷了出去，下一次的压力，这2天是有跟大家讲，这个举行的高原，你看一下有没有压力区。现在还没有收盘啊，没有收盘，所以不算。如果是收盘的情况下，能过了这个举行的高原位置，下一个压力我们去观察一下，是在这个均线拐弯的位置，就这一条20MA 拐弯的位置，大约是在 0.104 附近啊。至于4个小时的形态，我们等下来讲。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报道，这个大卫的媒体创始人，他也是在想象维塔利克跟马斯克，也就是以太坊的创始人威神跟马斯克有可能会共同努力升级这个狗狗币啊。那至于升级的内容，以前的消息也是有看到，包括今年年初的时候看到很多威神跟马斯克在互动的一些消息，比如说威神也是建议狗狗币能不能跟以太坊进行一个对接，因为威神过去是曾经尝试在比特币上，就是能不能跟以太坊对接，但是进展并不顺利啊。所以他现在的一个想法有可能是这样子啊，因为狗狗币是美国那边使用的人最多的一个币种，现在是有一个全球的首富在支持这个狗狗币，然后以太坊又是最好的一个应用这一块的一个公链，所以不排除他们2个合作的情况下，最近狗狗币其实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你长线的仓位尽量给我报未来吧。那至于它日线的图形，这个举行到底能不能有效突破，我们应该观察明天8点的收盘，有可能上去也会是一个奔走型整理啊。内容就是因为4个小时里面的一些技术形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的 KD 指标。KD 指标过高的时候是有背离的迹象，不过背离你要遵守趋势为王的一个原则，它有可能背离也不一定会是背离。如果是趋势强势的情况下，是不是在这个举行上沿这个位置整理，它也不一定会跌得很深。所以我现在的观点是，还有一半的短线，包括长线，我是选择继续报长线啊，把短线的一些仓位转为长线，因为每个月都会有新的资金要进来，或者是明年也会有更多的资金。我个人啊，所以我是选择目前的很多币种其实还在很低档的位置，有些短线买的话，就像这2天卖掉的话，它有消息有可能就会卖飞掉，卖飞掉就卖飞掉。那后续有一些资金你再去观察还有没有其他一些币种，狗狗币我是选择把短线报为长线。那还有一点是这样子啊，4个小时除了这边有背离，就是这个位置已经走了一个正压嘴，你观察一下压嘴的情况下，短线不宜追加，有可能会震荡啊。
因为鸭嘴有可能会不会走一个10根左右，我们尽量观察一下10根左右会不会开始震荡。这边就是一个鸭头嘛，鸭头，然后这边是一个眼睛，嘴巴已经张开了，张开一般10根左右，看到时候会不会震荡啊？那为什么长线一直看多？无非就是它的周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周线这一次并没有死叉，前面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就是它的月线。月线只要在金叉的结构，你要利用长线的更长的一个循环级别去观察周线的买点。那如果周线的结构是正向的一个情况下，包括前面是有一个大井喷压回来这一个买点已经跟大家讲了几天，无非就是它的这个均线红色的这条20 MA， 你要大胆的在压回的位置买入，反正尽量看长线嘛。包括比特币，我们今天也要来聊一下它的整个日线，现在已经是形成了一个交叉。其实这2根出来之后，它目前都是在横向震荡，横向震荡目的为了什么？今天的20天的成本已经这一根去掉，明天开始去这一根、1根、2根、3根，所以下周2到下周3，整个比特币的成本20的成本已经来到这个地位去。如果是真的要跌，应该赶快就要下去了。为什么一直在等这个20 MA？ 所以不排除有可能震荡了一段时间，20 MA 来到低档，它不主动进攻，也有可能会被动来进攻。那主动进攻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这个矩形，你为什么破了挖一个坑，又回到这个矩形？所以不排除有可能会重新回到，甚至这个17000都不一定是压力啊，真正的压力其实在18000。你看，尽量看长线的这个矩形，就是这个18000的位置，整个长线的矩形能不能给我突破？17000只是短线里面的这一个矩形的位置，它既然有一个破底翻，都已经翻到短线的矩形平台里面，4个小时是更明显，都已经翻进来了。翻进来，那我们再观察一下，就是这一个裸 K， 裸 K 我讲了几天嘛。它这个矩形破的时候，不应该有这种上影线，有这种上影线就是说明是多方的主力做出来的这种上影线。那一个塔形底突破以后，回踩了一次这个高点的位置，昨天又回踩，敢买吗？敢买的话，应该也都有利润啊。你如果是怕买错，或者是怕这个位置还要下去，你在这个位置不敢买，或者是你敢买的时候，止损就设一个嘛，设低一点，或者设在这个 N 型的低点。这边也是一个防守位啊，那现在其实还在震荡，到底短期能不能突破？目前是没两，因为也是周末，所以不排除有可能会不会在下周的某个时间点会不会形成一个突破。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